那我们就直接进到下一个题目。其实我们要更聚焦来谈一下刚刚前面几个学长提出来的一些台大现在已经在想的一些 action plan， 包括刚刚王学长已经提到，他刚刚讲到这个保护计划，你刚刚提到这件事情，那你也提到空白学程。好，我们刚刚同学在听的时候，或许那个投影片跑得比较快，我们把它比较详细的列出来这几个 action plan。OK。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包括 Robin， 主要是我们刚刚陈同学他提到的空白学程。那最主要是刚刚提到让学生有自主性，让学生有足够的自主性去定义他认为说他想要学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把这个学程给他填满，有一点这样子的概念。那在下面就举一些例子来讲，如果学生他有想要解决的问题，他去思考说要解决这样犯罪的议题来讲，他可能需要去学哪些东西，这是一个空白学程的概念。然后第二章讲到，刚刚王学长你帮我提到就是校保护计划的这个概念，希望同学们毕业之后，因为其实世界一直在改变，那你还有机会回到学校，那回到学校当然你有机会跟在校生有进一步的互动跟沟通，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校保护计划。然后第三个流量学习计划，我们这边提到的是针对让学生像老师一样可以这个所谓的sabbatical。那这个sabbatical可能是3个月、1个月都可以，但是重点是你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研究专案，可能是偏向的一个所谓的 project 或其他的这些东西，你学到有意义的东西之后回来，可以被学校认类成学分。OK， 当然在3件事情，我们现在更聚焦的讨论，我想听听看与会的这个与谈人对于这几件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认为你可以协助之处，好吗？好，在进入这个计划之前哈，我觉得还是要提前面刚刚那个，就是未来大学的一个前提啊，就是其实我刚刚看到前面4位同学的发言，我是觉得非常感动，然后看到管班长对于就是大学想要改变的部分，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决定哦，就是应该鼓励台大就是很勇敢的做这件事情。那通常为什么计划不太成功的原因，常常是因为落实啊，就是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其实它很多的东西，其实教育是一个还蛮保守的环境。除了说主管单位以外，其实还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家长，尤其我们长期面对我们所有的家长，尤其是精英的家长呢，他的反对势力是更庞大，比教育部更难改变的，因为他就是用他过去成功的经验，然后非常 care 他孩子未来的发展。所以他会希望指导他的未来，所以他对于学校所做的所有改变，他会觉得不公平，或者会影响我的学生权益哦。那我觉得天下杂志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多一点的就是鼓吹跟推动哦。然后另外一件事是学生哦，就是在进入这3个之前，我们是有一个前提是说，所有人都像他前面那4位都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被绑做。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学生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之前呢，有一些前提，就是说，我们当然从已经做了108课纲啊，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对的政策，某种程度作为家长和那个媒体的观察者来讲，它是瑕不掩瑜，就是大方向还是对的。那这个受108课纲的小孩呢，到今年已经上了高2，那我们考招的方式有改变，因为现在考校入学只是占23%，所以进入这个大学里面，就是这个课程的改变，才能够让他们真的说探索自我，能够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学程的发展啊。但是我常常看到2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次去那个大学里面讲，每个那个学生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出国还是念研究所，我不知道这个学系我喜不喜欢，那我要换的话，那你对我的建议是什么？那未来企业的发展是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他每一个问题都要我回答，100个人有100个不同的方向，我怎么可能回答？那这个反映什么问题呢？其实有一个成语是非常好，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直想我要做什么，可是他都不学习，也不尝试的话。他其实会很迷惘，他一直都在想，然后一直学习都不思考的人呢，你就会看到在那个大学的教室里面都在打瞌睡，因为他就是学习，他没有动机，他没有兴趣，你怎么教他，他就是没有兴趣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个 program，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以前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那大家比较重视前2面，那解惑是说，你有空来找我，我再帮你解惑。以后的老师可能要很大的改变，就是
解惑是第一个，你要当教练就是跟他讨论说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有兴趣是什么，他才有能力去做这次空白学程学习流浪计划，否则他每个人都跑来问你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太多了。那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包括program， 包括老师，还有包括这个机制。当然就是说媒体也要负担他的责任，就是教导我们的小孩说未来是一个创意发展的，是一个披萨都要考创意思考的，是这样子取向的。那所有的家长也都要用过去那种考分数，然后上了名校就会好大学好工作的，会赚很多钱或者社会地位，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个不是人生的意义跟发展，就是我们媒体也会善尽这样子的责任。所以我刚刚的提醒就是说怎么样教导孩子能够真正的有一个自主思考学习的能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前提，在这个program 进行之前。谢谢。然后后面3个，请大家发表后再刚刚已经有提到这个部分，对，其实这里面不会只是一个计划这样丢出来，一定是要有相关的人士或者是相关的机制，可以一起去推动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媒体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如果我很简单的赶快把这一题回答完的话，就是空白学生刚刚就说你自己心里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校友保护，我也觉得我很需要再回来学校多读书就是说有一些交换意见，也可以把我自己的经验跟这个学校做更多的整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机制然后流浪学习计划，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人生当中有1年的时间是在国外，我觉得它对于我的人生或对我的工作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些计划都是很值得鼓励的。谢谢。可是你已经毕业拿不到3倍券，拿不到3倍券，我开玩笑。来，接下来，我为了支持学校，我不需要3倍券。欢迎，赵颖已经把麦克风拿起来了。现在那个 challenge 这个在座的各位课堂小考，请问翘课来参加的同学可以举一下手。翘课来参加的同学。这叫做有人创新。这2个也跳，其实我也是我也是。因为我想到这个，其实未来大学要做的或许叫第一个实验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够重要就可以来。那如果说他们因为这样来，然后被记缺席的话，也希望这个回去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来上未来大学的课，其实就是在上大学的课，不管你是哪一个学程。那其实我对于空白学程非常有感，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经过一个非常奇怪的学习历程。如果要问起我的专长是什么，其实我完全讲不出来。但是我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说，我对血液学的知识有一些，我们做了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骨髓片的 AI， 所以我也自学 AI， 自学到跑去成大去当业界的讲师但是其实我拿不到教师的资格，因为我不是没有毕业，所以我申请教职的时候会 fail， 我也不能申请科技部的计划。那所以我这样子的学习历程，在现在这个体制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我讲不太出来我到底是什么。那我也学了一点法律，所以我对公司法熟悉。那我也对人体研究法熟悉。那但是我现在又想要学会计学，因为我对公司的财务必须要知道。我也对于经济学有兴趣，我也对于这个外交有兴趣。想要学行销吗？是，非常想。那我也学装形经，我也写这个程式，我也做影像分析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原来创业的时候会需要学这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东西。那所以又接着进一步讲到校友保护计划，因为有些事情就是世界上的变化，我们不可能在学校就已经预期，我们可能是出了社会之后才发现好像要回去 update 一下。而且再说，即便是同一个学问，其实3-5年更新一次，你当年学的跟现在最新的知识其实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学校那个疆界，就是毕业前、毕业后，我觉得这个线或许可以擦掉，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台大的校友。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带回来学。那甚至呢，就是说在学校学一学，觉得或许可以出去了，那就出去流浪一下，搞不好已经够用了。谁说一定要毕业才够用？这其实很难讲，可能学到大2就觉得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出去用？真的不够的时候再回来学。那当然，这个什么时候拿到学历，这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那讲到空白学程，我有一个概念想跟大家分享，这其实是昨天晚上睡醒的时候才有一个灵感，就是说空白学程不能完全空白，因为这有点太可怕了。就像在西洋棋的这个学习里面，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玩西洋棋，其实最近那个 Queen's Gambit 实在太红了。那 Queen's Gambit 它是其中一个很经典的 opening。那西洋棋的大师在学习的时候呢，他们会针对这个所谓的 opening、middle game 跟 end game 去看一下历史上曾经有做过的大家大师发想过的这些重要的 opening 的 move，
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一个所谓的 opening book。你学不是完全凭空学习，不是说那我就跟我爸妈这个下棋下久了就有 insight， 不是这样子，这样太慢，因为棋局的变化实在太多了。所以通常大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先把这个经典的 opening 先全部研究一次之后呢，根基于那个他再去做一些变化，所以这样子学习会比较有效率。所以把同样的概念应用回来空白学程呢，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 template。那我们有一个起手式好，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视状况调整，就是可以快速的调整音律。因为完全空白，其实我觉得对某一些学生来讲，或许压力太过庞大，因为他还真的不知道他要往哪边去。当然，我想这个机制可能在未来大学讨论里面也有叫做这个陪读或者辅导的机制，就是说已经有人走过比较奇怪的路，他知道可能遇到什么状况，可以给你一些提点。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我想提倡的概念就是说，或许有时候这个老师跟学生的这个角色可以兑换一下。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难讲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但是我觉得总归讲起来，就是说现在这个学习的体制有很多的限制，但我觉得未来大学尝试去突破这些限制，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尝试。谢谢。其实你刚刚，因为我后面你刚刚在提到说，给学生太多的选择可能会产生焦虑，所以如果空白学程是非常的 possibility， 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的话，搞不好学生在里面钻非常的久，所以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面要给学生 overview。然后再一些提点，好。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也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另外，我们还有 IG 与 FB 粉丝团，欢迎来追踪与按赞。